这个故事始于一支烟，终于一支烟。5年前的一场核爆带走了3万士兵的生命，并让谢菲尔德将军开始走向偏激。为了给自己的手下复仇，他向极端分子马卡洛夫透露了漂亮国卧底的身份，导致马卡洛夫向熊国机场发动袭击后，一枪把这位漂亮国的卧底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从这一刻开始，熊国和漂亮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为此，双方无数的士兵失去了生命，就连141特战队的小强和幽灵都死在了谢菲尔德手下。所幸的是，这位走向极端的将军终究还是死在了141两位老成员的手中。但马卡洛夫作为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却仍在逍遥法外。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部现代战争系列的谢幕之作《使命召唤：现代战争3》。在前作中，普莱斯和肥皂成功干掉了谢菲尔德，并在尼古莱的接应下来到了印度北部的藏身处，但肥皂却因为重伤必须立马得到救治。可是马卡洛夫手下的极端分子也在此时对他们展开了追杀。幸运的是，尼古莱有一名优秀的手下尤里，也在为治疗肥皂争取时间。作为前熊国特种部队成员，尤里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他默契地配合着普莱斯等人，带着不省人事的肥皂一路向着外面杀去，甚至还会操纵遥控战车清理掉拦路的极端分子和极端直升机。在遥控战车的掩护下，普莱斯带着肥皂坐上了撤离的直升机。尽管负责殿后的尤里中途因为敌人的炮火跌进了恒河里，他还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生存意志，成功与普莱斯等人一同撤离。与此同时，熊国和漂亮国的战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尽管之前普莱斯利用核弹控制住了局面，但也只是暂时而已。掌握制空权的熊国已经把战场推进到了纽约的曼哈顿。为了摧毁干扰通讯的信号塔，三角洲部队的合金小队开始向着信号塔进发。晚日繁华的街道已然成为了硝烟四起的战场。合金小队队长睡魔带领着寒霜等队友一路杀到了位于建筑高处的信号塔面前，在将设好的炸弹引爆后，漂亮军的通讯得以恢复。随后，合金小队乘上黑鹰直升机，开始前往港口的方向进行支援。中途，他们与敌方直升机相撞，险些坠毁。所幸的是，直升机很快便稳住了机身，众人得以再次向着港口进发。因为破坏了干扰信号的设备，漂亮军重新夺回了曼哈顿的制空权，大部队得以将战线推回河边。接着，合金小队配合海豹突击队，利用潜水设备成功潜入了熊军的核潜艇中，并向熊国舰队发射了潜艇上的导弹。完成任务后，小队立马来到外面，坐上了撤离的快艇。熊军潜艇上的导弹缓缓升空，并向着自己人的舰队飞去。发现被偷家的熊军气急败坏下，对合金小队展开了追击。所幸的是，小队还是顺利的坐上了撤离直升机。来自敌方舰队的主要威胁被清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着漂亮国倾斜。面对越发混乱的局势以及正面战场的不利，熊国总统带上女儿，准备前往德国汉堡进行和平谈判。可就在中途，马卡洛夫手下的极端分子袭击了他们所在的飞机。尽管飞机上的特工在尽力保护总统妇女的安全，但双方的战斗还是导致飞机迫降在了地面。在救援直升机的接应下，本以为可以安全撤离，但从上面走下来的却是马卡洛夫。总统身边的特工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全部杀死。马卡洛夫也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他不仅要阻止这场和平谈判，还要向整个欧洲发动核战争。而熊国总统是唯一知道核弹发射密码的人，总统果断说出了密码是你的生日。但马卡洛夫现在可没有心情开玩笑，于是准备将总统的女儿找出来，逼问出真正的密码。由于总统被俘，和平谈判的计划遭到搁浅，马卡洛夫也趁机掌控大权。为了阻止马卡洛夫，被除名的141特战队在尤里提供的线索下，得知了马卡洛夫准备将一批重要货物从非洲运往英国。于是普莱斯和尤里还有伤势痊愈的肥皂来到了非洲的塞拉利昂，并借助河流的隐蔽性，一路向着存放货物的工厂前进。途中，普莱斯还提醒肥皂小心点，可别再死了。由于这里充斥着大量民兵部队，他们只能在狭小的村落与当地民兵展开了激烈的交火。由于敌人数量众多，导致他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只能眼看着货物被直升机带走。不久后，英国军情5处收到了可疑货物的情报，于是军情5处便指派麦克米兰手下的特种空勤团前去码头追查货物。麦克米兰正是那个曾经与普莱斯一同前去暗杀扎卡耶夫的中尉。小队在抵达码头后立即开始了行动，很快便与马卡洛夫手下的极端分子展开了交火。敌人见情况不妙，立即开始转移货物。小队一路紧随，从地铁隧道一路追赶到了街道之上，终于在警方的配合下强行截停了货车。但可怕的是，这只不过是敌方的障眼法而已，因为真正装有货物的货车已经来到了安静祥和的另一处街区。眼前的3口之家根本无法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货车内的毒气开始迅速向着城市中弥漫。真正的危机从这一刻开始了。欧洲各国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化学武器爆炸。与此同时，熊军在各国混乱的情况下，开始了对整个欧洲大举发动地面进攻。原来马卡洛夫真正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恶心对手，而是企图分散整个欧洲的注意力，为发动全面战争铺平道路。由于漂亮国的副总统早在和平谈判之前就已经抵达德国城市汉堡，为了救回身陷险境的副总统，三角洲部队与75游骑兵团立即来到德国汉堡展开救援。此时的熊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汉堡，尽管合金小队与坦克共同推进，也还是步履维艰。友军坦克更是在中途因为地下车库塌陷无法继续前进，好在距离副总统的位置已经很近，合金小队一路长驱直入，在最后一刻破门而入，成功救出了沦为人质的漂亮国副总统。回到141特战队这边，普莱斯与 SAS 指挥官麦克米兰取得了联系，并用曾经麦克米兰欠他的人情换取到了有用的线索，那就是索马里当地的军阀瓦拉比似乎知道有关马卡洛夫的下落。为了不耽误时间，141一路从正面潜入，靠着尼古莱提供的作战武器以及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小队很快就杀到了这位军阀的面前。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手段，军阀坦白了他只知道马卡洛夫手下的炸弹专家沃尔特此时正在巴黎。知晓了情报，普莱斯立马送走了军阀。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尼古莱驾驶的直升机遭到了敌军的埋伏，
小队只能依靠沙尘暴的掩护，让尤里背上负伤的尼古莱，并驾驶吉普车逃离了这里。随后，普莱斯将沃尔特的情报告知了合金小队队长睡魔，于是睡魔再次带领合金小队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此时的浪漫之都同样正在饱受战火的摧残，法国军队面对熊国的突然袭击，可谓是伤亡惨重。合金小队在追捕沃尔特的路上，不断帮助法军解围。在法国 GIGN 领队带领下，合金小队来到了地下墓穴，并在这里发现了沃尔特，双方顿时展开了猛烈的交火。见沃尔特想要逃跑，小队不管不顾地追了上去，并一路追到了街道之上。为了保护沃尔特，敌方也是下了血本，甚至不惜出动了坦克前来阻拦，武装直升机也在半空之中进行扫射。可就算是这样，也无法阻拦合金小队追上沃尔特，他们直接硬生生顶着对方的汽车，将之逼停在了死角。但现在还不是众人高兴的时候，想要带走沃尔特，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因为前来接应他们撤离的飞机遭到了敌方攻击，导致坠毁，他们只能前往备用着陆区。好在友军的 AC-130 空中炮艇不断向他们提供着火力支援，总部为了给小队开辟前进的道路，哪怕是将前方的敌军和埃菲尔铁塔一同夷为平地，他们也在所不惜。反正不是自己的，在一阵又一阵的轮番轰炸下，埃菲尔铁塔再也支撑不住，就那样在众人的见证下轰然倒地。小队也得以带上沃尔特完成了撤离。之后在合金小队的一顿大记忆恢复术下，沃尔特终于真情流露，说出了马卡洛夫的下落。马卡洛夫将会在6个小时后与他的高级顾问进行会谈，地点就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中心的酒店。很快，普莱斯、肥皂、尤里三人来到了已经被熊国士兵占据的布拉格，他们顺着下水道与这里的反抗军首领卡马洛夫会合。卡马洛夫正是普莱斯的老友，也是前熊国政府军中士。随后，普莱斯与反抗军一起为肥皂和尤里吸引敌军的注意，就连这里的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二人得以顺利来到教堂的高处提前加强。时间很快来到了清晨，肥皂和尤里准备就绪，马卡洛夫的车队果然出现，并一路驶进了酒店的车库中。简单盘算了一下电梯到达的时间，普莱斯立即展开行动，利用绳索潜入到了酒店内。肥皂和尤里则在远处加强掩护。但就在电梯门开启的瞬间，他们意识到了情况不对，里面的人竟然是被绑起来的卡马洛夫。Yuri, my friend, you never should have come here. 随着他们从高处跌下，尤里因为下方的木板侥幸逃过一劫，但肥皂却不再那么幸运了。他径直掉在了地上，跌落的猛烈撞击导致他的内脏破裂，旧伤也随之复发。面对向着他们包围而来的敌人，普莱斯和尤里拼了命的带着肥皂向着安全的地方撤离，一路上都是肥皂留下的那触目惊心的血迹。所幸的是，在反抗军的建议下，他们终于来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但肥皂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由于肥皂临死前说出了尤里认识马卡洛夫，于是愤怒不已的普莱斯一拳将尤里打翻在地。在普莱斯的逼问下，尤里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曾是马卡洛夫的手下。就在普莱斯狙杀扎卡耶夫的那一天，侥幸逃过一劫的扎卡耶夫坐上了马卡洛夫的车，在他们的帮助下，扎卡耶夫得到了救治。从那一天开始，马卡洛夫得到了重用，并在尤里的见证下，于5年前亲手按下那次核爆的按钮。经过了这一系列事件，尤里的信念开始动摇。于是，在机场事件前，尤里终于忍不住想要揭发马卡洛夫，但他还是被马卡洛夫察觉，险些被杀人灭口。幸运的是，尤里被医疗人员所救，从此他便走上了对抗极端分子的道路。看着尤里坚定不移的目光，普莱斯还是选择了暂时相信这个战友。而普莱斯的脑海中，与死去战友的每一幕都还历历在目。如今马卡洛夫夺走了一切，普莱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他血债血偿。于是普莱斯再次联系上了麦克米兰，通过麦克米兰提供的信息和装备，他和尤里潜入到了一处旧城堡，开始搜寻马卡洛夫的踪迹。在倾盆大雨的掩护下，他们悄悄来到了城堡内部，并发现马卡洛夫已经知道了熊国总统的女儿此时正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只要总统女儿被马卡洛夫抓住，他就能以此胁迫总统说出正确的核弹发射密码。见马卡洛夫并不在城堡内，二人也不装了，直接与敌人展开了正面交火。他们一路向着城堡外面杀去，并驾驶汽车径直冲出了悬崖，依靠降落伞成功完成着陆。另一边，漂亮国的合金小队通过普莱斯提供的消息，第一时间对熊国总统的女儿展开了救援。这里同样已经被熊国士兵占据，他们很快便遭遇了敌人的阻击。为了赶在极端分子之前，合金小队不顾自身危险，艰难地向着前方推进。而另一个名为花岗岩的小队则在敌人的埋伏下全部牺牲。为了拖延他们的脚步，极端分子甚至炸毁了整栋大楼。当合金小队赶到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总统女儿已经被马卡洛夫的手下带走。面对迫在眉睫的状况，普莱斯和尤里以及合金小队一同前往了西伯利亚的矿井，势必要在总统交出发射密码之前救出其女儿。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很快杀进了关押总统女儿的牢房。幸运的是，熊国总统此时正被他们关押在矿井的深处。面对敌军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毫不犹豫地锁降在了矿井的深处，并通过向下爆破瞬间清空了挟持总统的极端分子。激烈的战斗导致这个地方即将塌陷，而尤里也因为爆炸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一刻，合金小队挺身而出，掩护着他们向着直升机
机撤离。随着直升机缓缓升起，队长睡魔、格林奇和塔克永远地留在了矿井的深处。随着熊国总统被救出，和平协议顺利完成了签署，弥漫在世界各地的战火也得以平息。141特战队被重新证明，但牺牲的战友却永远回不来了。尘归尘，土归土，马卡洛夫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普莱斯和尤里身着重型防弹盔甲，带上充足的武器和弹药，来到了马卡洛夫位于迪拜的最后藏身点——帆船酒店。随着普莱斯高喊一声“为了肥皂”，他们直接从酒店正面开始进攻。普莱斯手中的重机枪不断喷吐火舌，子弹和手雷仿佛无穷无尽一般，疯狂的射向挡在前方的敌人。可中途因为直升机撞毁了他们乘坐的电梯，普莱斯和尤里不得不脱下了重型防弹衣。可敌人却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的另一架直升机发射火箭弹，导致整个楼层开始坍塌。普莱斯险些从高处坠下，尤里被钢筋刺穿了身体。复仇的意志驱使着普莱斯不管不顾地向着楼顶赶去。看着已经起飞的马卡洛夫，失去一切的普莱斯赌上了他的生命，纵身一跃攀附在了直升机上。在将2个驾驶员击杀后，直升机失去了控制，重新坠回了酒店楼顶。普莱斯和马卡洛夫在随时可能坍塌的玻璃上互相抢夺面前的手枪，但普莱斯还是慢了一步，被马卡洛夫先一步抢到了手枪。千钧一发的时刻，尤里及时赶到，可重伤的身躯导致他无法一击毙命，反被马卡洛夫3枪夺走了生命。看到这一幕，无穷无尽的恨意瞬间占据了普莱斯的意识，他瞬间抱起将马卡洛夫按在地上，并在其脸上一拳一拳地发泄自己的恨意。普莱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在将缆绳挂在马卡洛夫脖子上后，普莱斯直接砸穿了玻璃。伴随着马卡洛夫绝望的叫喊，普莱斯掉到了下层走廊，而这个罪魁祸首则被吊死在了缆绳之上。普莱斯看着马卡洛夫的尸体，默默地拿出了一支雪茄。现代战争3部曲的故事始于一支烟，终于一支烟。普里皮亚季的风尘见证了普莱斯的锋芒，白令海峡的狂风骤雨是肥皂历险的开始。冰封林立的雪山铭刻着小强攀登的足迹，烈火中永生的幽灵诉说着生死不移的战友情。冰冷的矿井下埋藏着三角洲的坚定不移。迪拜酒店的灯火通明，引导着尤里的救赎。过往的经历在普莱斯的脑海中不断浮现，也在每一位玩家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我是秋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